笑笑，帮我接下电话。哦，好。喂，您好，请问是找林先生吗？他在洗澡，我是他女儿。您哪位？您好，这里是华尔道芬酒店客服中心，我们正在对您上周末入住的亲子套房进行例行回访，主要想跟踪一下您3岁的弟弟对我们提供的无花生糕点，还有过敏反应吗？3岁的弟弟。上个周末，我爸明明跟我妈说，他要去北京参加封闭式的建筑行业论坛。老林，干啥去啊？走得这么匆忙啊？北京的行业论坛罢了，开得急，没人能替了我，只好我去了。刚才谁的电话？推销理财的，我帮你挂了。你妈呢？去超市买排骨了，说你出差1周辛苦，晚上给你炖汤补补。还是你妈心疼我。这次去北京连轴转了3天，每天开会到半夜，确实累得够呛。北京，华尔斯敦的亲子套房明明就在本市的东郊度假区。爸，你这次去北京住的哪个酒店啊？我下个月可能也要去北京团建，想参考一下。就主办方安排的快捷酒店，条件很一般。你一个小姑娘去玩，爸到时候给你订个好点的5星级，别去住那种地方。我是学财务的，家里很多电子账单绑定的都是我的邮箱。林建国，千万不要让我查出什么。2万3的蒂芙尼，林建国可真大方。那天我妈收到的，却只是一束300块的白色郁金香。老林，都老夫老妻了，还买什么花呀？这得好几百吧？300块而已，只要你喜欢，天天买都行。老林，笑笑，出来帮忙拿一下东西。买这么多干什么？也不嫌沉。我会买菜，下次等我回来一起去。你出差不是累吗？再说笑笑爱吃糖醋排骨，我就多买了点儿。北京那边气候干，我特意跑去王府井给你买了点燕窝，明天让笑笑给你炖了，好好补补。你呀，又乱花钱，有这钱不如给笑笑攒着当嫁妆。爸，那燕窝多少钱一盒？有2万3吗？嗨呀，小孩子家家的，管多少钱，最后还不是被我们娘俩吃了不是？哦，还是你妈说的对，买回来还不是给你们吃的啊。爸，吃点水果。放那儿吧，怎么还不去休息？爸，我今天在网上看到一个新闻，挺有意思的。哦，什么新闻？一个男的瞒着老婆在外面养了小三，还生了孩子，结果被原配发现了，闹得身败名裂。爸，你说这男的图什么？纸包不住火，对吧？现在的自媒体就是喜欢编造这种博眼球的故事来骗你们这些年轻人的流量。你一个刚毕业的女孩子，少看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多把心思放在找工作上。可是没有可是，大人之间的事不需要小孩子来插嘴，这个家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明白吗？我明白了。您好，我想查一下上周末林建国先生的入住记录，我是他女儿，他有份重要文件落在这里了。好的，请稍等。林建国先生确实在上周末入住了我们的亲子套房。那当时登记入住的除了他，还有谁？抱歉，女士，这涉及客人的绝对隐私，我们无法向您透露同行人员的信息。姐姐，求您了，那份文件对我爸公司真的很重要。那位女士很年轻，看着不到30岁。穿得很文艺，
一身亚麻长裙，气质清冷，像个搞艺术的。您好，我想问一下，上个月14号有没有一位姓林的先生来买过一条项链？这是他的手机号。有的，林先生可是我们这儿的超级 VIP。那天他带了一位非常漂亮的女士来，买的是我们当季的限量版满钻项链，23000块呢。那位女士叫什么名字您知道吗？好像叫苏青，林先生一直叫她青青。哎呦，两人感情可好了。那位女士还一个劲儿地说项链太贵了不要，林先生非要买，说只有这款才配得上她的气质。苏青，真是一出感天动地的真爱戏曲啊！您说什么？没什么，谢谢。笑笑回来啦，跑哪儿去逛了？中午想吃什么？妈给你做个红烧鱼好不好？怎么了？多大的人了，还在妈这儿撒娇？是不是找工作不顺利啊？妈，你有没有想过出去找份工作，不在家里待着？找什么工作啊？妈都52了，早就跟社会脱节了。再说你爸也不让，他说他养得起我，让我安心在家享福就行，别出去抛头露面。享福？他把你当免费保姆圈养在家里，转头拿着公司的钱去外面给小三买23000的项链。妈，你怎么了？我不能直接说，妈有高血压，受不了这种刺激，我必须拿到铁证。没什么，就是觉得你天天围着锅台转，太辛苦了。搞艺术的，不到30岁，名字叫苏青，让我看看你的真面目。灵魂的栖息地，花着我家的钱买着奢侈品，在这谈灵魂，真够恶心的。这块表是我去年用第一笔实习工资给我爸买的生日礼物。半山林雨那里的房子随便一套都要1000万起步。林建国一个建筑公司的合伙人，哪来这么多钱包养小三买别墅？笑笑，工作找的怎么样了？要是实在找不到合适的，爸跟人事打个招呼，安排你进我们公司做个财务助理。不用了，爸，我想自己试试。你看他脾气还挺倔，随你。爸，我今天在城南那边逛街，看到那个叫半山林雨的别墅区，真漂亮啊！你跑那边去干什么？就是路过，听说里面住的都是些搞艺术的，真有钱啊！不知道买一套得花多少钱。林笑，我发现你最近越来越不务正业了，整天盯着别人有钱没钱，你的心思都用在哪儿了？我只是随便说说，你发什么火？心虚吗？我是教育你，做人要脚踏实地，别学那些虚荣的坏毛病。哎呀，行了行了，孩子就随口一说，你生这么大气干什么？快坐下喝汤，消消气。这就是那个自称灵魂栖息地的女人，开着保时捷，装出一副清高样。妈妈，爸爸今天会来看我吗？爸爸工作忙，要赚大钱给轩轩买大别墅和玩具呀。赚大钱给你们买玩具，那是吸我妈的血换来的，真荒谬。请问你有什么事儿吗？苏青是吧？我是林建国的女儿。我不认识，什么林建国？你认错人了。不认识？那要不要我把你在华尔特登酒店8800的消费记录，还有你脖子上那条蒂芙尼项链的23000发票，连同你那个所谓灵魂栖息地的账号一起发到本市的吃瓜群里？你想干什么？勒索我吗？聊聊。张阿姨，你先带轩轩上车，把空调打开等我。既然你都找过来了，我也没什么好瞒的。我和你爸是真爱。真爱？花着我家的钱，开着保时捷，住着大别墅，这就是你所谓的真爱？
小姑娘，你懂什么是爱情吗？你爸在你妈那里只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提款器，一个干活的工具。他在那个家里喘不过气，只有在我这里，他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男人，一个被仰望的灵魂伴侣。你可真让人恶心。恶心？你爸心甘情愿给我花钱，给我买房，给我买车，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能给他提供情绪价值，而你妈那个黄脸老婆只会每天围着灶台转，满身都是让人倒胃口的油烟味儿。一个男人在外面打拼了一天，回到家想要的是什么？是理解，是崇拜，是温柔的怀抱，不是围裙和洗洁精的味道。你妈给得了吗？所以，半山林雨那套别墅是我爸用公司的钱买的。是啊，而且房产证上写的是我的名字，全款。今天去找苏青了。是。老林，你干什么打孩子？你疯了吗？你问问他干了什么好事，跑到别人幼儿园门口去闹事，我的老脸都被你丢尽了。我闹事？我只是去看看花了我家2000万全款买别墅的灵魂伴侣到底长什么样。笑笑，你说什么？你给我闭嘴！林笑，你再敢胡说八道一句，就给我滚出这个家！该滚的不是我，是你，是你背叛了这个家，你在为养小三，连私生子都3岁了。好，既然你都知道了，那我也没什么好瞒。以后我1周要去城南住3天，好聚好散，对大家都好。如果我不同意呢？不同意你就去起诉离婚。但我告诉你，公司账户早就空了，你1分钱都分不到，到时候你连住的地方都没有。笑笑，别做傻事，为这种人不值得。妈的，欺人太甚！闹够了没有？我今晚去城南住，你们想通了给我打电话。妈，对不起，是我没用，我帮不了你。傻孩子，哭什么？好戏才刚开始呢。妈，你……妈，你怎么会有这个？你以为那个酒店的回访电话是打给你的吗？妈，你什么意思？那个电话是我让酒店打的，我只是想让你看看，你崇拜的爸爸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你故意让我接的电话？笑笑，你爸以为我这30年真的只是个在家里围着灶台转，连账单都看不懂的黄脸婆。他忘了30年前我是市里最年轻的高级会计师。你真的以为他转移资产的那些手段能瞒得过我的眼睛？妈，你早就知道了。比你早半年，从他第一次用海外账户走账的时候我就知道了。那你为什么不说？因为证据不够。我在等他把最大的那笔资金落到那个女人的名下。他信不过别人，所有转移资产的核心账目，他都自己留了底。妈，有了这些，我们是不是就能起诉他了？还不够，
我要的不是这个，那你要什么？我要他进监狱。这么多钱，他到底转走了多少？他转移的这些钱，有一半是公司的公款。公款？他通过苏青的画廊虚开发票，套取了公司将近2000万的资金，这是职务侵占罪。2000万，那可是要坐牢的。公司还有其他2个合伙人，那2个合伙人平时不管事儿，只拿分红。要是让他们知道林建国把他们的钱都搬去养小仙了，你猜他们会怎么做？第二天，我妈没有表现出任何异常。哟，淑芬，买菜刚回来啊？建国最近是不是又接大工程了？挺忙的吧？是啊，公司事情多，男人嘛，事业为重。我爸一连3天没有回家，而我妈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蛰伏在暗处。医院，妈，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废话少说，赶紧打车过来。妈，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嘘，看戏。怎么回事？他们怎么在这儿？苏青先招流产，林建国开会开到一半，连西装外套都没来得及脱，就跑过来送她急诊。她又怀孕了，真恶心。是啊，你猜林建国现在最缺什么？这上面显示公司现金流断了。他缺钱。他把所有的现金连同公司的底子都砸进了那套大别墅和画廊里，现在公司账上是1分钱都拿不出来了，下个月的工程款都发不出来。他胆子这么大，那他怎么办？他很快就要回家来要钱了。他想拿我们现在住的这套房子去抵押。什么？嘘，小点声。昨天他给我打电话，让我准备好房产证和身份证，说公司周转需要我签字。不要脸！把钱都给小三儿，现在遇到窟窿了，居然想拿我们母女俩的房子去填！急什么？妈，你没给他吧？那可是我们唯一的退路。哼，当然没有。不仅没有，我还要送他一份大礼。喂，老李啊，我是淑芬。哎，嫂子，怎么了这么急？建国在公司吗？我到处找不着他，打他电话也占线，急死我了。没有啊，嫂子，老林说去见个重要客户，下午就不回公司了。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见客户？可是我刚才在市中心医院的妇产科看到他了。他正陪着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呢，好像是那女人怀孕了，在看急诊。我还以为是公司哪个员工家属出了急事儿，他作为老板来慰问呢。嫂子，你确定是在妇产科？是啊，我都看真切了，我还拍了张照片，想发微信问问他呢。哎呀，看我这嘴，可能是我老花眼看错了吧。老李啊，你千万别跟建国提这事儿啊，免得他嫌我多心。嫂子，你放心，我不提，我先去处理点工作。建国，我们的孩子不会有事吧？放心吧，宝贝儿，医生说就是动了胎气，休养几天就好，一切有我在呢。
太恶心了，他对我都没这么温柔过。还以为自己是个情圣嘞。走吧，我们回家等他。妈，他逼得越来越紧了，我们怎么回？回什么？拖着。建国啊，那个房产证我放在柜子最里面了，这2天腰疼的厉害，弯不下腰，等我好点再给你找找啊。王淑芬，你到底在搞什么鬼？公司的命脉都快断了，你是不是诚心想看我破产？明天我亲自回家拿。鱼终于要咬钩了。王淑芬，你到底在磨蹭什么？王淑芬，我问你话呢！公司都快火烧眉毛了，你连个房产证都拿不出来。急什么？房子是咱们俩的名字，抵押贷款也得我本人亲自去银行签字才作数。我这2天血压高，去不了。你，淑芬，我知道你还在为苏青的事生我的气，但一码归一码，那是咱们家打拼了半辈子的产业，公司要是破产了，连累了债务，咱们全家都得喝西北风。你难道想看着这个家毁了吗？建国啊，公司账上不是还有1000多万的流动资金吗？怎么会连下个月的工程款都发不出来？你听谁说的？那笔钱早就投进城北的新项目了，现在压在工程里，根本拿不出来。是吗？我还以为那笔钱被你拿去城南买别墅了呢。你在查我？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王淑芬，你别给脸不要脸！老子在外面拼死拼活养活这个家，你个黄脸婆敢背着我查账？大不了公司破产，大家一起死！你敢！公司的债务是你个人名义借的，跟我妈1毛钱关系都没有，你别想拉着她垫背。没关系，去问问律师，什么叫夫妻共同债务？林笑，你以为你读了几天书就很聪明？哈哈哈哈！你跟你妈加起来都不够我玩的。我告诉你们，我要是完了，你们也别想好过。妈，他说的是真的吗？那可是好几千万的债啊！傻丫头，别怕，放心，妈妈从不打无准备之仗。那一刻，我觉得眼前的母亲不再是那个只会围着灶台转的家庭主妇，她像是一位运筹帷幄的将军，手里握着能将敌人一击毙命的利刃。妈，咱们来这儿干嘛？不进去找那个女人吗？见一个人。嫂子，你昨天在电话里说有老林转移资产的确凿证据。李总，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上车说。嫂子，老林这半年总是喊公司账上没钱，难道真的是他？李总，你想要知道的答案都在这里。这里面
是林建国这半年里通过苏青名下的画廊虚开发票套取公司公款的全部流水明细，一共68笔账，总计1800万。王八蛋！老子拿他当同生共死的兄弟，他妈的拿老子当提款机，难怪上个月供应商催转要账，都快把公司门槛踏破了，他死活说账上1分钱都没有。李总，这还不是最糟的，他现在正逼着我拿我名下的房子去银行抵押，想用贷款来填平这个窟窿。一旦他抵押成功，账目做平，这笔被他装进小三口袋里的烂账就彻底死无对证了。到时候你们这些合伙人再想追究，可就难如登天了。他休想！嫂子，你既然把这东西交给我，心里肯定有盘算了。你想怎么做？我要他净身出户，并且把吃进去的钱连本带利全都给我吐出来。但我现在毕竟还在婚姻存续期，单凭我一个人做不到瞬间锁死他的资金链。我需要李总配合，用公司的名义立刻申请财产保全。嫂子放心，我这辈子最痛恨吃里扒外养小三儿的男人了。他既然敢做初一，就别怪我做15。老莫，我有件事要你马上去做。等今天逼王淑芬把字签了，款一放，老子又是那个呼风唤雨的林总。您好，请问是王淑芬女士吗？我是。我们是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的，这是财产保全裁定书，请您签收。王女士，由于林建国涉嫌挪用巨额公司资金被起诉，我们现在需要依法查封您名下这套作为夫妻共同财产的房产，并带相关权属证明，请您配合。当然配合，同志请进。一切发生的太快了，当林建国还在做着金蝉脱壳的美梦时，我妈已经联合外人将天罗地网死死地找在了他的头上。妈，你不是说要等吗？怎么这么快就交房产证了？王女士，您的材料已经核对无误，诉前财产保全手续现在正式生效。辛苦了，谢谢。再等下去，这套房子真要被他拿去填公司的窟窿了。我刚才申请的是诉前财产保全，从这一刻起，他现在名下所有的资产，包括城南内下用我们夫妻共同财产给苏青买的别墅，已经全部被法院冻结了。我妈这半年到底不动声色地布了多大一张网？她究竟还掌握了多少我不知道的底牌？是我爸。你接。林笑，你妈是不是疯了？她到底干了什么？她居然让人封了我的公司账户，所有的钱都被冻结了。你妈人呢？让她给我接电话，马上让她接电话。林建国，你叫这么大声干什么？王淑芬，你到底想干什么？你知不知道公司账户被冻结，所有的项目全停了，手底下一堆人等着开饭。甲方要是追究违约责任，我会赔得倾家荡产的，你知不知道？那就对了。你到底什么意思？你故意搞我是不是？法院已经正式受理了。你说什么？我说我要跟你离婚，但是绝对不是你之前提的那种好聚好散，我要你净身出户。你疯了！你简直是个疯女人！你凭什么让我净身出户？你有什么证据？凭什么？凭你这半年来分17次转移到苏青名下的2300万夫妻共同财产，凭你为了填补你那个虚荣情气的无底洞，利用假账和虚开发票挪用的1800万公司公款，凭我这半年来给你留的每一笔账，
王淑芬，你个贱女人，你以为你这样就能赢吗？我告诉你，我林建国在商场混了这么多年，不是吓大的，你给我等着！笑笑，你记住，从现在开始，你爸说的每一句话，哪怕是一个标点符号，都别信。李笑，我求求你去劝劝你妈，让你妈撤回起诉好不好？凭什么？你爸的公司账户被冻结了，他现在四处借钱都借不到。要是法院真的查下来那些账目，他会坐牢的。他要是坐牢了，名声全毁了，你们母女俩能落到什么好？他是你亲爸，血浓于水，你就真的忍心眼睁睁看着他去死？小三跑来正讨女儿面前大言不惭地要求女儿原谅出轨的父亲，这世界真是疯了。我爸，他连老婆的救命钱都能偷去给你买包，他就是个冷血的处处。你见过哪个处处配给人当爸的？林晓，我求求你了，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可是孩子是无辜的呀！你知不知道，我肚子里的孩子不能没有爸爸，萱萱也不能没有爸爸。如果老林进去了，我们孤儿寡母可怎么活啊？情绪价值就靠这种哭哭啼啼的戏码，把我爸那2000万骗到手，真是讽刺。苏青，我只问你一个问题。什么？你那个宝贝儿子萱萱到底是不是我爸的亲生儿子？当然是！你在这里胡说八道什么？你这是在侮辱我，是吗？那最好不过了。反正我妈提交的证据里涉及巨额财产转移，法院在审理的时候肯定会进行新资产溯源和亲子关系确认。那就等法院强制做亲子鉴定吧，到时候那份科学报告摆在桌面上，是一清二楚还是身败名裂，我们拭目以待。妈，你回来了，律所那边怎么说？李总那边动作很快，昨天拿到我给的账本后，今天已经正式向京深报案了。公安机关已经正式立案，罪名是涉嫌职务侵占和挪用资金，涉案金额巨大，证据确凿。不出意外的话，明天一早，你爸就会被刑事拘留。妈，你到底还瞒了我多少事？你一个人把这一切扛下来，布了这么久的局，不累吗？笑笑，妈妈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儿，就是当年为了照顾这个家，为了支持你爸创业，放弃了自己大好的事业。但我不后悔嫁给你爸，毕竟那时候我们也曾相爱过。我只是后悔把自己活成了一个没有名字，只会围着灶台转，伸手要生活费的黄脸婆。妈，你不是黄脸婆，你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聪明、最厉害的女人。傻孩子，妈不厉害，妈只是不想让你觉得，我们女人一旦结了婚，哪怕被背叛了、被欺负了，就只能为了所谓的家，打碎牙齿或血吞，忍气吞声的活一辈子。嫂子，大快人心啊！老林的孙子今天一早在公司被警方直接带走了。妈，林建国真的被抓了？是吗？他在里面什么反应？怂包一个。这小子在审讯室里面对警察拿出的那些走账证据，什么都招了。听说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腿都软了，连站都站不起来。求求你放过我，我再也不敢了，我真的错了。他哭是因为他知道自己这次踢到铁板了。李总，
苏青那边的情况怎么样？放心吧，嫂子，那对狗男女一个都跑不了。苏青名下那套别墅，首付款和月供全是走的咱们公司的账。老林用公款养小三儿，这是铁证如山。李总，这部分的资金流向证据我已经整理得清清楚楚了，所有的流水明协、虚假合同、海外走账的节点全部做成了闭环。这些东西，警方一看就能定死他们。嫂子，还是你厉害。这次要不是你，我这个合伙人还被他蒙在鼓里当冤大头呢。苏青作为共犯，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他不仅要把吃进去的连本带利吐出来，还得进去蹲几年。这是他应得的，贪得无厌，总要付出代价。走吧，笑笑，拿上你的包，陪妈去一趟城南。去城南？妈，我们是去找苏青吗？要看她被查封的惨态吗？不是找苏青，她现在应该已经被警方传唤了，轮不到我们去找。那我们去哪儿？去看守所，我要当面跟你爸谈离婚协议。这才是我的妈妈，曾经那个叱咤风云的高级会计师，什么全职太太，什么隐忍退让，不过是她给猎物布置的温柔陷阱。现在，收网的时间到了。老实点，坐好。淑芬，淑芬，你终于来看我了。淑芬，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看在咱们30年夫妻的情分上，你跟李总说说撤诉好不好？我不想坐牢啊！这里的日子根本不是人过的，我一天都待不下去了。求求你救救我！林建国，离婚协议我已经准备好了，你签字，净身出户，家里那套房子、所有的存款、你名下的车子全部归我。净身出户，淑芬，你这是要逼死我呀！我把一切都给你了，我出去以后吃什么喝什么？你不签字也行。职务侵占罪，涉案金额高达1800万，我算过，这个金额，你至少要在里面踩10年的缝纫机。到时候你在牢里待着，我一样可以单方面向法院起诉离婚，只不过那时候你会比现在更难看。淑芬，淑芬，你不能这么绝情啊！咱们夫妻30年啊，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怎么能把我往绝路上逼？绝情？你跟我谈绝情？林建国，你在华尔大科酒店亲子套房里搂着别的女人翻云覆雨，给她买2万3的项链的时候，你想过咱们夫妻30年吗？当你背叛这个家的时候，你就该想到，我妈这个曾经的高级会计师绝不会让你全身而退。签字吧，你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这份协议签了，是你为自己保留最后一点体面；不签，我就让你在法庭上连底裤都不剩。淑芬，看在过去的份上，你能不能帮我个忙？说，你能不能让我见见轩轩？那可是我儿子，我不知道这辈子还能不能再见到他。林建国，有一件事儿，我觉得你应该知道。苏青已经被警方正式控制了，
警方提取了他的手机数据，里面不仅有你跟他所有的聊天记录，还有你利用公司公款给他转账的全部证据。他也被抓了。不仅如此，警方在恢复他的手机数据时，还发现了一些记录，你可能永远都不知道。什么记录？苏青在跟你交往的同时，还跟另外3个男人保持着不正当的关系，而且其中有2个男人是他在认识你之前就已经交往的。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她是个干净的女孩，她只爱我一个。爸，事到如今，你还要给那个骗子立牌坊吗？你以为的真爱，不过是一场明码标价的杀猪盘。你们胡说！你说什么？苏青怎么可能背叛我？她明明说过我是她唯一的依靠。干什么？坐下，保持安静。轩轩的亲子鉴定结果昨天出来了，他根本不是你的儿子。不可能的！你骗我！王淑芬，你就是故意想报复我，你在骗我！这是私子鉴定中心的官方报告，白纸黑字，你要仔细看看吗？他亲口说过的，轩轩是我的骨肉，是我老林家的根啊！他还说过你是他灵魂的栖息地呢。林建国，承认吧，你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蠢货，从头到尾，你不过是他用来圈钱的提款机。苏青，苏青，你这个贱人！放开啊！探视时间到，马上带走。收到。王淑芬，你不能这样对我！林建国，你在里面好好反省吧。30年夫妻，这是我最后能为你做的事了。笑笑，我们走。那一刻，我忽然想不起他曾经系着围裙在厨房里忙碌的样子。眼前的这个女人像是脱胎换骨，重新找回了作为顶级高级会计师的灵魂。哎，快看！全体起来！本院认为，被告人林建国在担任公司合伙人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资金非法占为己有，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数罪并罚，现判决如下：判处被告人林建国有期徒刑18年，并责令退赔所有违法所得。18年，我全完了，我什么都没了呀！18年，这是法律给他的判决，也是对他那狂妄、自私、贪婪的一生最公正的清算。
18年。听到这个数字的时候，我心里并没有想象中的痛快。小小别怕，爸爸在，马上就到了。这你家长会呢？哎呀，全班第一，我女儿；全班第一，那个是我女儿。我女儿值得最好的一切。那个会背着我去医院，会在家长会上夸我聪明，会说我值得最好的一切的男人，早就在真相揭开的那天死了。站在那里的不过是一个陌生人。判决宣读完毕，走吧。我知道错了，淑芬、笑笑，你们原谅我一次，就这一次啊！原谅我一次。这老婆真是个狠角色啊！这定力，看着亲老公判18年，连眼睛都不眨一下。活该！听说这男的在外面养小三，还转移资产，想让老婆净身出户。原配这叫绝地反击。妈，林建国，你不是知道错了，你不是知道错了，你只是输了。走吧，结束了。看着他挺拔的背景，那一刻，我第一次觉得我妈的背影比任何人都高大。她早已不再是那个在厨房里忍气吞声的女人，她亲手打碎了黑暗，迎来了属于我们的新生。妈，天真下雨了，挺冷的，您把大衣扣子扣好。一场秋雨一场寒。王淑芬，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大伯母，你想干什么？判决已经下来了，有什么事儿跟法院说去。放开掉！大人说话，你个小孩子插什么嘴？滚一边去！弟妹，你非要把事情做这么绝吗？再怎么说，建国也是你的丈夫，他也就是一时糊涂。咱们打断骨头连着筋，也算是一家人啊！你直接把老林送进去18年，18年啊！等他出来都成废老头子了，这辈子全毁在你手里了。你做事这么狠毒，你让我们林家以后怎么在亲戚朋友面前抬起头做人？是啊，嫂子，一日夫妻百日恩，床头吵架床尾和嘛。你这招也太狠了，连条活路都不给建国留，把事情做绝了，你就不怕以后遭报应啊？你要负责任的，你要负责任的！哎呦，听这意思是原配把出轨老公送进去了，亲戚跑来闹事算账呢。你们有什么资格说我妈狠毒？她给小三买别墅转移资产的时候，你们怎么不去问问她留没留活路？送回票回来！大嫂，你这话可说错了，送他进去的从来都不是我，是他自己贪得无厌。
是他自己做的那些违法乱纪的事儿。法律判他18年，那是他咎由自取，罪有应得。你这个女人，你怎么一点人情味都没有？就算他有错，难道就不能私下解决吗？非要闹得他去坐牢？人情味儿，一家人。这些年，林建国在外面包养年轻小三儿生私生子，疯狂转移我们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你敢说你们这群一家人全都不知情？他带着那对母子去你们家拜年，给你们发大红包的时候，你们接得多开心啊！大嫂，你现在手里提着的这个2万块的大牌包，还是去年他拿公款给小三买包时顺手给你买的封口费吧？拿好处的时候，你们装聋作哑，怎么没想起来劝他一句“一日夫妻百日恩”？现在他落魄了，油水捞不着了，跑来跟我讲一家人，你们也配？那我们也是外人，哪能管得了人家2口子的事儿啊？既然知道自己是外人，现在就给我闭嘴，让开！笑笑，走吧，别在这里浪费时间。看到那只发抖的手，那一刻我才突然明白，我妈根本不是什么天生强大的铁人，30年的婚姻被背叛，被身边所有的亲人算计和道德绑架，她怎么可能不痛？怎么可能不害怕？她只是知道，无论多委屈，她也绝对不能再退哪怕一步，因为她的身后是我。淑芬啊，建国好歹是你老公，你这么做是不是太绝了？把亲夫送进监狱，你这心肠也太狠了点儿。就是说啊，男人嘛，哪有不犯错的？他在外面玩玩，最后不还是要回家的吗？你为了那么点钱把他送进去，大家脸上都无光啊！笑笑啊，你妈不懂事，你也跟着糊涂吗？你爸现在成了劳改犯，你以后可是劳改犯的女儿，你找对象谁还敢要你？你这辈子都被你妈毁了！这帮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平时靠着我父亲拿好处的时候怎么不出来讲道理？现在我父亲出事了，他们就装起理中客来了。大伯母大度怎么不劝你丈夫处理好私人感情问题？站着说话不腰疼，家里长辈转移财产的时候，你们怎么不跳出来伸张正义？我今天非要撕破你们这些伪善的嘴脸不可！妈，你看看群里这些极品亲戚说的都是什么话？大伯母居然说是我毁了这个家，二姑父还说你心狠手辣，他们怎么敢这么颠倒黑白？我这就发过去骂死他们！笑笑，这盆花如果要长得好，就得把烂掉的叶子剪干净，一刻都不能犹豫。打这么多字，不累吗？妈，你干嘛删了？难道就任由他们这么羞辱咱们？跟拎不清的人解释是浪费时间，更何况跟狗咬架，咬赢了你也是一嘴毛。是啊，我为什么要向他们证明什么？他们不过是一群依附在林建国身上的寄生虫罢了。笑笑，记住，我们不需要所有人的理解，我们只需要过好自己的日子。我知道了，妈。
我忽然明白，真正的强大从来不是吵赢所有人，而是拥有随时转身的底气，并且清楚地知道谁根本不值得你回应。近日，本市破获一起重大职务侵占及隐瞒犯罪所得案，被告人林某某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其情妇苏某因明知是犯罪所得而予以掩饰隐瞒，情节严重。经法院审理，判处苏某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依法追缴其名下所有涉案资产。缓刑4年，苏青，你处心积虑算计来的一切，最终还是成了一场空。这场判决不仅剥夺了他的自由，更剥夺了他赖以生存的所有虚荣。对于他这样的人来说，失去钱和面子比坐牢还要痛苦。喂，李太太吗？是我，青青啊。哎呦，苏青啊，怎么突然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李太太，我现在遇到点困难，法院把我的账户全冻结了，我连买菜的钱都没了。你能不能先借我5万块应急，等我缓过这阵子？借钱？苏青，你开什么玩笑？你现在可是个有案底的人，谁还敢沾你？再说了，以前你拿着别人的脏钱在我们面前显摆，真当大家不知道你的底细。李太太，你以前不是说我们是好姐妹吗？你还夸我的包好看。好姐妹，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以后别再打来了，脏了我的手机。骗子，都是骗子！平时围着我转，现在全躲着我。完了，全完了！我花了那么多年，好不容易爬到这个圈子，好不容易过上人上人的生活，为什么一夜之间什么都没了？这里的每一砖一瓦，每一件摆设，都浸透着我爸挪用的公款和我妈的血汗钱，现在终于物归原主了。别动！你们别动我的钢琴！你们轻一点行不行？那很贵，那是限量版的，你们破坏了赔得起吗？苏女士，请你让开，不要妨碍公务。这些物品均是用林建国违法转移的资产购买，现依法进行查封拍卖。这是我的，这是他送给我的礼物，你们不能拿走。我的包，那是我的首饰，别拿走，求求你们别拿走。把青春和尊严卖了换来的东西，真以为贴上自己的标签就是自己的了？我忽然觉得他很可笑，他费尽心机，以为有了这些名牌包和水晶灯，就能证明他的人生赢了。可他从来不懂，真正值钱的，从来不是这些可以用钱买到的死物，而是你站在阳光光，不用畏惧任何人的底气。哎，让让，别挡在冷柜前面。对不起。是他，林笑，他为什么看起来那么好？为什么他还能站在阳光下？笑笑，笑笑，好久不见。笑笑，我真的走投无路了，你能不能大发慈悲，帮我跟阿姨说句话，给我留条活路？笑笑，我知道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现在每天都活在地狱里，我连买个包子的钱都要3斤半响。我求求你，你让你妈高抬贵手，给我留条活路吧。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房子被没收了，钱被冻结了，连轩轩也被我妈强行接走了，不让我见她。我真的失去一切了，难道你们非要逼死我才甘心吗？你妈满身油烟味儿，能给你爸什么？就算你们陪她白手起家又如何？男人嘛，最后图的还不是个痛快。到头来，他辛苦打拼下的一切，还不是便宜了我？苏青，别装出一副受害者的样子。你现在下场不过是把你当初偷走的东西连本带利的吐出来而已。你以为你失去的那些是你的吗？那是别人家庭血泪的赃物。苏青，你错了，你不是一无所有。没关系，没关系，只留给我一点点也可以。你还有你自己做过的选择。后来我听说，苏青为了躲避熟人的耻笑，彻底逃离了这座城市的中心区，在底层的泥沼里惹更换了好几个地方谋生。什么破眼光啊！这么丑的款式也拿给我试，你到底懂不懂时尚啊？对不起，女士，我马上给您换一双新款。你发什么愣？今天要是卖不去3双，底薪扣光，不想干就给我滚！家人们，这个真的很好用，我自己每天都在敷。看着就像三无产品，谁敢买？主播这黑眼圈和细纹，自己都不用吧？太假了。120、130，就剩这点钱了。下个月的房租该怎么办啊？他做过电话销售、门店导购，也硬着头皮开过直播带货，可吃不了苦，沉不下心，每份工作都撑不过1-2个月。从前锦衣玉食的他，如今连房租和生活费都要精打细算，狼狈度日。他最失去的从来不是钱，而是他天真以为靠依附男人就能换来的整个人生。轩轩最终被苏青的母亲接走了。听说苏青连自己都养不活，根本顾不上他。那个孩子跟这场荒唐的大人的战争无关。轩轩，喜欢那个小火车吗？外婆，我不喜欢，那个玩具太贵了，我们不要好买。好，我们回家吧，我肚子饿了，想吃你做的面条了。那一瞬间，我心里忽然酸了一下。儿子喜欢什么，爸爸都给你买。曾经有人拿他当筹码，试图换取金钱和地位，当筹码失败后，又把他当成累赘和负担，狠狠抛弃。可他只是个孩子，有些故事本就不该由孩子承担后果，而属于我们的人生也要重新开始了。妈，你这是在干嘛？收拾东西啊，判决都结束了，这些旧物质留着占地方，干脆全收起来。妈，这么多年的回忆，你舍得吗？傻丫头，这不是舍不舍得的问题，是没必要每天拿出来提醒自己曾经有多瞎。对，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老板娘，这沙发还挺新呢，真不要了？不要了，通通拉走。妈，你买的这几盆栀子花和茉莉好香啊！那当然，我还买了薄荷和迷迭香，以后咱们家阳台就是个小花园。看着站在阳光下的母亲，我突然觉得这个家像一扇多年没开过的窗，在这一刻终于透进风了。妈，今天中午我想吃水煮肉跳，特辣那种。没问题，再给你加个酸辣土豆丝，辣个痛快。我妈重新开始工作，是在判决后的第2个月。这么多年，我看着她系着围裙在灶台前打转，几乎忘了她原来也有这样利索干练的一面。她曾是市里最年轻的高级会计师。怎么看傻了？没见过你妈上班啊？见过，只是觉得你今天特别好看。比任何时候都好看。行了，少拍马屁。我去朋友公司谈个顾问合同，你在家乖乖看书考考。遵命，王总慢走。起初，他只是在朋友介绍的小公司做兼职财务顾问，但真正的金子到哪里都会发光。
张总，您这笔进项馈帅抵扣存在严重风险，如果按这个方案走，税务稽查一旦查到，罚款至少是税款的3倍以上，建议马上整改。原来是这样，王老师，多亏您提醒。李老板，你们上季度的账目漏洞我已经理清了，重新做的3张表已经发你邮箱，照这个去报税，完全合法合规。王姐，您太神了，这效率没得说，以后我们公司的账全交给你了。半年后，他租下了一间不大的办公室，挂上了属于自己的牌子。王老板，开业大吉啊！笑笑，我以前总以为这辈子可能再也用不上这些本事了，我以为我的下半辈子就是在厨房和菜市场里熬到头。怎么会呢？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你看，现在重新开始也不晚。你说的对，女人想要重新开始，什么时候都不晚。林笑，你可想清楚了，咱们公司虽然不是什么大厂，但胜在稳定。你一个女孩子，现在的大环境这么差，辞了这份工作，以后上哪儿找这么清闲的活？经理，谢谢您，因为太稳定了，我每天在这里都觉得像在原地踏步。在经历了我爸妈的那些事儿之后，我忽然明白，所谓稳定，有时候只是麻木的另一种好听的说法。人如果失去了往上爬的动力，一旦暴风雨来临，连反抗的力气都不会有。行吧，既然你心意已决，我也前程似锦。我报名了注册会计师 CPA 的考试，白天在我妈新开的事务所里帮忙打杂，晚上回家就一头扎进这些书本里。税法、审计、彩礼，每一本都厚得让人绝望。困了就睡吧，丫头，明天再继续。那一年，我仿佛又回到了高3那种拼死一搏的状态。只是这一次，我不再是为了满足任何人的期待，也不再是为了某个虚幻的家庭安稳，我是为了我自己，为了在这险恶的世界里真正掌握自己人生的主动权。第一次参加 CPA 考试，我紧张到几乎无法呼吸，看着那些变态的综合题，我的大脑一片空白。走出考场的那一刻，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我考砸了。吃吧，快化了。妈，题太难了，我觉得我全完了，这段时间的努力都白费了。哭什么？没过就明年再来呗。人生又不是只给你一次机会，只要你还在牌桌上，就总有翻盘的时候。你才20多岁，怕什么？明年再战。玉皇大帝、观音菩萨保佑，哪怕只过1门也行啊！哎呦，吵死了！大半夜的，不知道的还以为咱家进贼了呢。过2门至于这么激动吗？还有好几门等着你考呢。妈，我太高兴了，我不是废物。行了行了，赶紧松开，累死我了。妈，我跟你说，我真的太高兴了。那天晚上，我高兴的一夜没睡。我知道这条路很难，但我终于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而我妈依然是我背后最坚固的靠山。第2年，我顺利通过了 CPA 剩下的全部科目。2年的日日夜夜，无数个咖啡伴随的凌晨，终于在这一刻结出了果实。曾经我觉得天都要塌了的日子，终究是被我一页页书、一道一道题的熬了过来。2位请慢用。拿到证书那天，我特意选了家市里最安静、最高档的餐厅，用我自己赚来的第一笔奖金，请我妈好好吃了一顿。恭喜你啊，林会计。也恭喜你，王老板。那一刻，我们都在彼此的眼中看到了重生，没有了那个窒息的家庭，没有了渣男和小三的阴霾，我们终于在属于自己的顶峰相见了。林笑，这个折旧费用的继承方法绝对有问题。按照最新的税法规定，这台设备的残值率不能这么算，一旦被查出来，客户要补交一大笔计纳金。王所长，我可是严格按照新出台的财税2021号文件执行的。这家企业属于高新技术产业，完全可以享受加速折旧的优惠政策。您的那套老经验该更新了。你这丫头胆子太大了，万一税务局不认可怎么办？出了事儿我负责，我是有 CPA 证的专业人士。天哪，
小林总居然敢跟王老板这么顶嘴，不会被打出来吧？嗨，你新来的不懂，这叫学术讨论，神仙打架，看着吧，不出1分钟就能大结局。行行行，你考了证，你牛气，按你说的办吧。不过报表费助理必须给我写清楚政策依据。得嘞，谨遵王老板法旨。吵得我头疼。去下楼给我买杯咖啡，要冰美式，少冰。都50多岁的人了，还喝冰美式，小心胃疼。给你买杯热拿铁吧。快去，买错扣你奖金。你看，我就说吧，他们俩啊，平时根本不像母女，简直就是最佳合伙人。现在我每天都和我妈一起上下班，在公司里，她负责应付大客户和掌控全局，我负责死磕财务报表和带队跑外钱。员工们经常偷偷在背后议论，说我们不像母女，更像是一对并肩作战的战友，绝佳搭档。其实我很喜欢这个说法。经历过那张地狱般的婚姻和家庭变故后，我们终于彻底重塑了自己。现在的我们不再是任何人的附属品，不再是谁的妻子，也不再仅仅是谁的女儿。哎呦，笑笑啊，现在真是出息了，这大办公室真气派。大伯母，您今天大老远跑过来，不会就是为了参观我的办公室吧？有话直说，我等会儿还有个并购案会议。那个笑笑啊，上个月我去探监去看你爸了，哎，他在里面过得不太好，天天踩缝纫机，身体也大不如前了。我看着他那头发全白了，整个人也沉默了很多，再也没了以前的风光劲儿。笑笑啊，虽然他当年做了糊涂事儿，但毕竟血浓于水，他可是你的亲生父亲啊。等你有空了去看看他吧，他其实挺想你们的。看他什么呢？还是他是怎么为了一个小三要把我和我妈净身出户？笑笑，你别这么说，这都过去这么久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嘛。大伯母，如果今天坐在这儿的是个连饭都吃不起的穷光蛋，您还会跑来跟我谈血浓于水吗？你这孩子怎么说话这么刻薄？我很忙，就不送您了，以后别再来找我谈他的事儿。又有人来找你当说客了？是啊，他们总以为时间长了我就会心软，就会原谅。那你恨他吗？不恨了，是真的没什么可恨，也没什么可看的了。那个叫林建国的男人，用他的半生时间给我上了最惨痛的一课。他教会我，把命运寄托在男人身上是一件多么愚蠢和危险的事。同时，他也用他自己身败名裂、锒铛入狱的节骨教会我，所有的贪婪与欺骗，终究要付出惨痛的代价。我不感谢他给我带来的伤害，但我全盘接受这堂残酷的人生课。妈，我们以后会越来越好的。那当然，咱们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始呢。王所长，审计底稿请签字。第3页的关联交易倍数不够详尽，资金流向的链路没有完全闭环，拿回去重做，下班前交给我。好的，王所长，我马上去改。王所长，下班时间到啦。林大注册会计师咨询费可不便宜，我怕是请不起你加班了。那就下班庆祝我拿到 CPA， 回家开香槟。好，听你的。妈，怎么了？你现在觉得幸福吗？幸福是因为渣男得到了报应，还是事务所越做越大？都不是，因为现在的每一天都是我自己选的。很久以后，我才真正明白这句话的重量。女人这一生最难得的，不是嫁给谁，不是被谁爱，也不是拥有多少钱，而是无论经历了什么，都依然有重新选择人生的能力。我妈做到了，现在的我也做到了。这场仗我们没赢过谁，只是终于赢回了自己。